哦，我跟你们说，昨天晚上我9点半到10点这个时间段，我去我家楼下的那个菜鸟驿站去领快递。然后因为当时蛮晚的了，加上南宁现在晚上有点冷，而且昨天也有下小雨，所以昨天晚上小区楼下人不是很多。然后呢，这个时候我领完了快递，差不多4-5包这个程度吧，就是我这样子抱着那个快递，基本上是到我的下巴这个位置，所以看起来会很重。我接下来要跟你们讲的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就是你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八卦在看，但是你们认真的想的话，其实还蛮恐怖的。事情是这样子的，我这个人比较懒，我知道我有好多快递没有领，就是我近几天网购的要去哈尔滨的那些衣服，然后我拖到晚上9点半左右，我才拖拖拉拉的下楼去那个菜鸟驿站去领。这个时候楼下其实已经没多少人了，就是该下班的下班，然后有夜生活的其实已经在外头了。小区楼下没什么人，然后因为昨天还下了一点小雨，所以更加的阴冷。我呢总共有差不多快5-6包的快递吧，反正就是抱起来很多很重，这个是一点。然后当时我领快递回到我家楼下等电梯的时候，跟着我一起等电梯的差不多有加我有4个人，然后我一个女生加上3个男生，然后这时候有2部左右2个电梯同时到达1楼。我呢不太喜欢人挤人，我倒不是因为害怕啊，说白了我也是个男的，我不害怕跟陌生的男的挤一个电梯，然后但是我不喜欢人太多，所以我是余光看到了有一个男的进了假装是右边的电梯吧，我呢就看到他进去之后，我就进了左边的电梯。这时候其中一个男的，他很明显的，你们不要说是我自己乱推测的，他就很明显的跟着我进了我的这个电梯。我也不疑有他，我觉得人不喜欢人多的地方，然后挑人少的地方挤，有这个思维是很正常的，我不可能要求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所以当下我并不疑有他。重点在于当时他摁了14楼，我的话我就摁了一个更加往上的楼层，反正就是我家的楼层嘛，大概30几楼吧这样子。这时候呢，电梯慢慢的随着到6、7了的时候，我在抱着我的快递，我没有在理人的，然后他突然就开口了，说买这么多东西啊。我想着同一个小区，那对方都先开口了，我作为美女，我也不能够表现得太过于大牌，我还是要营造一种亲和的印象，因为本身我这个身高再穿上高跟鞋，当时那个情况现实中看我是超级无敌像女明星的，所以我不想再给人一种我在耍大牌的印象，所以我当时就说对啊，但我没有跟他热络的意思，我就给他回了一个对啊。这时候他看到我有回应了，他又在问，他说都买了些什么？我就跟他说就衣服，我完全在还原我的语气哦，我就是直接看都没看他，我就说就衣服。然后他又在问我说美女可以加个微信吗？我因为经常被问微信，我跟你讲，我因为是很宅的一个人，我很少出门，但是只要我出门是必备要微信的。我跟你们讲，落单的美女是最容易被色狼盯上的。好，我也不说他们是色狼了，就是落单的美女是最容易被有爱美之心的人盯上的，尤其是像我这种高质量的顶级美女。好，我真的不想再强调这个了，老是有人说我自恋干嘛的，我只是在客观陈述一件事情而已。好，冷静一下。就是他问我要微信之后，我就回头看了他一眼，然后我就说也不用吧，为什么？然后他就说交个朋友嘛。我自己的语气我是在还原的，但对方的语气我没法还原，我只是尽量的陈述他当时说的每一个字，但那个语气你们就自己脑补一下吧，就大概说买这么多东西啊，都买了些什么啊？美女要不要加个微信？就加个朋友嘛，就大概这种感觉。这时候我呢已经回绝他了，然后他不是丢了一个那个就是交个朋友嘛这个理由出来吗？我
当时是有点尴尬的笑着看着他。我觉得到这个地步，懂的人都会懂。但是我跟你们讲，重点来了，电梯到了他的14楼了，他没有要出去的意思，我也没有，我当时也不知道干嘛，脑子突然宕机，我没有说出那句话，就是到你家了，你不出去吗？我没有问，眼睁睁的看着电梯门在我的眼皮底下你关上了。我当时就心里面想说，这个微信好像是不给不行了，因为他在纠缠的那个当下，电梯他没有在停的，就是一直不停的17、18、19、20，就是眼看着就要到我的楼层了。我虽然没在怕，但是被一个不相干的人缠着也是很讨人厌的。所以当时我就说好吧，我就你知道抱着一大堆快递，其实很累，我还要再腾出一只手来把我手机拿出来，然后把二维码开出来，说那你扫我吧。这时候他呢就有种目的得逞了的感觉，就立刻拿出手机来扫，然后扫好之后，我的那个门，我的楼层到了，电梯门打开，我眼看着他就要跟着我走出来了，我就说好，等会儿我会同意你。然后我立刻摁下他的14楼，说我帮你摁上电梯，你先回家。他就说好，然后谢谢你什么什么的，剩下的我没听因为电梯门立刻关上，我就赶紧回家了。我也不疑有他因为我跟你们讲，我不是女生，我是男生，所以这种情况下可能女生会有一点害怕，但是我是完全没有在怕的。我说白了，他就算尾随着我跟到我房间，想对我图谋不轨，我都有那个能力，而且我也有那个自信能够打退他。我就这么说吧，就算我不用打退他，他摸到重点部位之后，他自己也会打退堂鼓的。他要是敢揍我，我反手就会把他抓到警局。所以这件事整个过程我从来没有害怕，我甚至会有一点说我想看他能干嘛的这种心态，但是我也没有恶趣味我真的就是担心他跟上来之后会闹出很大的动静，会让邻居们，因为你们知道路人对于这种事情就是下意识的会把负面形象安排在女生身上，即使不这样子，这个女生的名声也毁了，所以我尽量不要让自己节外生枝。基于这个理由，我呢回到那个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走廊上嘛，同意了他的好友申请，然后我就不管了，回到家一边拆快递，他微信立刻就过来了，我就不陈述了，我聊天记录会直接砰砰砰贴在这个视频里头，你们就自己看好不好？孰对孰错，你们自己分辨。我就是客观的陈述这个现象，我只是在分享这件事情。评论区的朋友们不要把自己当作那个法庭判官，也不要有什么受害者有罪论，你们就真的当做一个八卦，当做一个事情在看就好了。然后后面我把这个聊天记录，我之所以会截图，是因为我觉得即使我是男的，而且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是男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第一次见面的陌生的女性，然后发了这样子的内容的开场白，我觉得是不是有点不合适？而且我根本就无法去带入到他的那个视角里去思考，他是基于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状态下能够对一个不认识的女生发出这样的信息。如果我真的让他来我家之后，他是不是会默认我有什么想法？因为我这个人是说什么就是什么的人。如果你说我请你吃饭，加上我上一个视频那个酒吧的事情，他说随便点，我真的就是随便点，那随便就是随便，我想点什么点什么。我真的搞不懂那个弹幕还有一些评论区的人在那里当什么法庭判官啊，什么你也好意思点这么贵？你们懂不懂什么叫随便点这个意思啊？我跟你讲，如果有人在我面前说你有种来打我啊，我一定会打的，我是有种的，懂吗？我是一个很直球的人，你说什么我听什么，你不要给我说什么正常人哪会这样，那你正常人就不要讲这种话好吗？所以他那个男生他聊天记录里面说上来帮你收拾，如果我让他上来，
他不帮我收拾的话，我会发火的。我是这种人，而且如果他有一些别的目的，我也会觉得他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我就是这个脑回路，懂不懂？好痛啊！很奇怪，我觉得你们现在的人讲话能不能够直白一点点啊？我的妈，肿了耶，肿了耶！知道我很生气吧？我生气的点不是在于被搭讪以及被那个骚扰，我生气的点是在于为什么人不能够有话直说？为什么人不能够你想什么就说什么就好了？当然，骚扰陌生美女这件事情，我也有那么一点小生气，但是我是觉得你有什么目的，你只讲。因为你现在搞得，我想删掉你也不是，我想拉黑你也不是，因为你后续你可以补一个，我没干嘛呀，我只是问可不可以去你家，我可不可以上来看看，知道你们懂我的意思吧？就是你的文字只是说出了这件事情，如果我自己给你加戏，我跟别人说，哎呀，他肯定就是想上来那个图谋不轨什么的，我自己都有点说服不了我自己。我觉得人和人交流太累了，这也是我不愿意交朋友，不愿意和同事深交，不愿意出门的原因。我真的觉得社交好累，有什么目的就直说。你们去看我酒吧的视频不止一个，我还有一个，我这个人说话就是直来直往，我要你干嘛，我就是要你干嘛，我没有什么言外之意的，所以我很讨厌别人跟我说话有言外之意，所以我很讨厌职场，我很讨厌职场那种说了这个，然后结果我要的却不是这个的这种对话方式。哎，算了，跑题了，我只想跟你们分享这件事情而已，好不好？我只是想跟你们分享这件事罢了。我顺便延伸到我上一支那个酒吧被识破身份的那个事例里头，我真的觉得你们很奇怪，对方说了随便点。而且对方是已经反复的强调了，你就点吧，都已经这样了耶，哈，有没有搞错？结束。